这条骑行道呢就跨在了 A14 这条高速路的上面，遵守交通规则。对，好同志，你看啊，这是一片啥也没种的土地啊，就好像种了几棵菜而已，基本上属于管理的状态。这边是什么？和平村啊，全国文明村。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进来看一看嘛。我看到前面这个红砖的房子有 Tesla 这个 logo， 它是 Tesla 的一个 service 部门了。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继续在上海骑行。现在我身处新庄的宁都路上啊，刚刚经过都市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 A14 这条高架的快速路了。这一两年呢，进行了宁都路 A14 高速抬高的一个工程。我们现在骑过去看看啊，看看这个工程搞得怎么样。这里呢，都是一片从上海城区拆迁过来的居民的社区。当然应该有20年都不止了，是上海比较早期的拆迁的作品。那现在看来呢，就显得非常的陈旧，但是这边呢，距离市区呢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还是吸引了很多打工的人到这边来居住。前方呢依然是围地的状态，但是我看这个下面呢应该搞得七七八八的。看到高架的线路，右侧呢有一条小马路叫田园路，因为这片地方呢有个总名字就叫田园都市。我看虽然有阻拦，但是看到里面的路呢其实差不多已经修好了，只要把这些阻拦的东西拆掉呢，应该就可以通车了。好，现在呢我还是拐入到这条田园路，大家可以看到的，我的右侧这边呢就是当年这些拆迁户到这边来的住所。最近几天呢，人在上海啊，因为跟家人团聚，小孩好不容易远道回来，大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所以我没有去拍视频。虽然也是有骑个单车出来转转，但是呢，我的小孩昨天已经回去了，有一段插曲。小孩子经历了1天1夜的行程，今天遇到了一些状况当然不是他遇到状况，是这个航班遇到的一些状况。趁着这段路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就跟大家说道。我的孩子呢，他是搭乘的香港的国泰航空，从上海出发，我们还专门到上海浦东机场去送他。然后呢，他坐了2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到了香港。香港那边呢，转乘同样是国泰航空的航班，这个航班的号码是840号，就在这么一段由香港到纽约的长达15-16个小时的飞行之中呢，这个飞机到了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因为我通过网上的软件是可以看到它的飞行的轨迹的。只见它在肯尼迪机场来回的盘旋，比原定呢应该降落的时间晚了20-30分钟，
最后我还以为它顺利降落了，再转眼一看呢，这个飞机已经飞向了波士顿，真的不明所以，也不知道为啥。结果呢，这个飞机确确实实比降落肯尼迪机场以后又晚了大概40-50分钟，到达了波士顿的机场。那到了机场以后，小孩当然就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啊，就说明了这个航班呢，因为在纽约机场上空遇到了雷暴雨，无法降落，所以呢备降波士顿机场。那这个真是让本身就16个小时以上的飞行又增添了很多劳累。那么下了飞机以后，航空公司的员工呢就跟他们说稍安勿躁，我们会安排大巴把大家呢从波士顿机场送回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当然对大家旅途辛苦耽误时间表示歉意啊。结果呢，我小孩跟我们说，等到他取了行李出来，结果呢前面确实有几辆大巴载着人呢已经走了，然后就说后续大巴呢会陆续到达，可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后续大巴，他们等了1个半多小时。那不仅是他，还有很多年纪比较老的年长的乘客就已经有点身体吃不消了，有些甚至躺到了地上。大家呢都在抗议这个航空公司后续安排的太为差劲了。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航空公司的员工就说没有后续大巴了，看大家怎么办吧，自己想办法回自己要去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原本就是去纽约的。那在群情激愤之中呢，警察就赶来维持秩序了。结果我小孩跟我说，警察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你们自己打车回你们的目的地，再向这个航空公司去索赔，或者说去报销这个额外的交通费用啊。他一般都这么做的。那最后就找了一个伴啊，最后大家应该都是自己或者通过一些结伴而行的方式呢，打 Uber， 就是像中国的滴滴车那样的，从波士顿机场打车回到纽约，大概4个来小时啊。那幸好呢，他也找到了一位同行的女伴，2个人结伴而行啊，就感觉稍微的安全一些。因为毕竟是凌晨2点来钟才坐上的 Uber 车，到了曼哈顿已经是6点有余了，结果花了450块钱的打车费啊。那接下去看看能不能向这个航空公司去索赔啊。那不管怎么说，对我们当然来讲的话呢，就一直等到他回到他的住所。那幸好呢都是安全到达啊。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份劳累啊，实在是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已经难以承受的了。好了，跟大家唠叨完这一段小孩他回美国去的行程当中遇到的事情啊，我已经过了京都路，现在来到了我比较喜欢骑行的这一段田园路上。今天天气不错，大家可以看到的，除了太阳，但上海明天可能又开始要下雨了。这次回来发现这台车呢没有其他的毛病啊，就是在这个脚踏的地方呢，尤其是左侧的脚踏，
你如果爬得比较重了，它就会有一些风险。不知道是因为脏了有些东西阻塞了呢，还是没有上油了，或者就是零部件有磨耗有损坏了，所以呢也不大方便骑到太远因为骑不快，你骑快了呢，这个声音就很吵。所以我今天还是打算在住所附近的闵行，就从新庄呢骑到老闵行那边去，随意的转转。这条田园路就这一段呢是我非常喜欢来骑行的。第一呢，就是没有大车来干扰因为这条小道上呢只能骑单车，最多也就是电动车了。另外呢，你看左侧它是有一条专门人行的步道，你可以散步慢跑，在树荫底下这感觉还是挺美的。在外面呢，就是 S4 这条高速公路了，但是有围蔽，所以跟这里也没有太大关系，甚至都不觉得很吵。我的右侧呢都是一些低密度的这种别墅、联排别墅一样的房子，因为建得比较早，这些房子看上去从房型外观只能说马马虎虎但毕竟来讲呢是低密度的社区。好，现在呢骑过雾光路。你想这一段有树荫的路就非常的舒服。上了一座桥，这条叫六垒塘河桥。前阵子呢，在广州骑行的时候有那种木棉絮一片片的飘舞，感觉不是很舒服。北京呢就是有那种杨树絮，但来到上海呢，最近也是有很多这种飘得像柳絮一样的东西，应该不是柳絮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树的一些带着种子飞舞的那种絮片，可能是梧桐树的絮状物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絮状物。到了春天了，就生命都开始发芽。这些植物呢，比人类应该还要古老就它们也有传承的方式。有些呢，就是通过一些絮状物包裹着它们的种子，然后呢飘洒到可以生根发芽的地方，然后呢就会扩展它们的领域范围也参与到物种的优胜劣汰之中。而且这种行为呢是一种无序的，或者说是一种野蛮生长扩张的方式，跟人有文化有理智，会自我控制，会自我约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人类早已进化成一种高级的生物而且随着将来高科技的爆发，AI 成为一种常态相信不仅能够改造地球，甚至有可能面向宇宙。但是那些低等的生物们一样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这条衡沙河桥刚刚我骑过来，前面就是向阳路了。
一下地图，我觉得我在襄阳路这边右转，然后就上我右侧这条坡道，看看能不能过 S4 高速，最终呢走到 S4 高速的东面去啊，从那边呢看看能不能再去骑一段久违的马路。就是这条坡道于我而言有点陡，我就退出来上吧。你看啊，左侧这边的一些独立的大宅还是蛮好看的。就像我以前经常跟大家分享的，这边是一处经常去的地方。但每次去的话呢，但凡有可能啊，我总会挑一些有一段时间没有走过的，或者应该走得通的马路，殊途同归吧。总之也是可以去到我要去的目的地就行。像这种地方呢，按照以前的概念啊，已经非常的乡下了。果然这边是有一条骑行道的，这条骑行道呢就跨在了 S4 这条高速路的上面。我看出去右侧就是砖桥收费站。前天去送我小孩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道，上了三家湖，直接去到了机场。结果呢只花了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但是要额外多花27块钱的高速公路费。好，现在呢我已经从这条骑行道上骑了上来。应该是我第一次走这条路，这里下来到底是哪里我也不知道，但还是襄阳路向东的方向来骑行。我看这边搞了一个什么创客潮襄阳青年社区，这个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呢？是给大家安排住吗？还是只是在这边开店办公呢？遵守交通规则，对，好同志，这打扮一看就是成功人士。像我这打扮就是从小穷光蛋。哪有这么说？都一样，都是普通人。骑过都园路，你看啊，这个路上这种白白的碎片扑面而来。这边感觉应该也都是一些工业用的房子吧，办公的，密度也比较低。看到有一条叫都会路的比较大的马路啊，我就右转吧。看来这个右侧也都是一些厂区。我看右侧也有一条小河冲啊，今天这河冲整理的都还挺干净的。都会路谢家塘，这是一个公交站。这一路看到的都是什么什么科技的这种工厂。以前新庄和闵行是2个区域，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新庄这边呢是属于上海县，那闵行呢就是闵行啊，后来称之为一个
工业区。然后来呢，闵行就把上海县合并成了闵行区了，所以现在的新庄呢，自然也就属于闵行的地方了。但是到底是以哪条路为界的，我都没去调查清楚。但是我想网上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吧。看看前面是条什么马路啊？这边呢，因为有了2个大学啊，所以应该这边都会有很多的科技的园区。这里已经到了原乡路了。好，我们继续向前。这些马路呢，真的都搞得很不错了。又是一家科技大厂。对面写着科技绿洲砖桥，最起码这边还属于砖桥镇啊，所以以此类推呢，这个地方应该还是以前的老新庄、老上海县的地界啊。东6号河桥，这又是一条河浜了。右侧又是一条小河，就这种小河川在这边太多了。我看马路对面啊，居然有一片农田啊，也不知道是哪里，我就骑进来看看。这门口是卖西红柿的地方。你看啊，这是一片啥也没种的土地啊，就好像种了几棵菜而已，基本上属于管理的状态。估计对田里出产也不期待什么吧。但这边你看啊，边上都是一个个巨大的厂房，想必都是工业化、科技园区化。在这边农村慢慢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沿着这条田边的小路，随着往前去，看看能去到哪儿吧。这边左侧都是一些大棚，应该都种西红柿的啊。确实，很多人收获了以后就在路边卖。看这西红柿，本地的西红柿应该也是不错的。完全是一片陌生的地方啊，但是现在比较空旷，就是田野啊，虽然田里啥也没有。那我们就在这边沿着田埂的路走一段，这段田埂路铺上了水泥，应该很平整，相信可以走得通吧。它边上就是一条整理过的小河川，还挺美的。这个田里如果都长出庄稼了就好了啊。现在已经到了几月份了？5月底了啊。就这里还没有播种，我都不知道以后还能种出来。也可能是早到已经收获了吧，然后要种夏季稻了啊。在这个之前就要荒废一段时间。这里还给你拦了起来啊！好，现在离开了这片田野，看对面好像起了一些房子，还不错的，是农民生居吗？让我去看看。这条叫都庄路啊，
现在我又倒着骑了回来，但我看到啊，我的右侧一条河浜里面好像有一些农村样式的房子，但到了这边呢，我就看到啊，有更多的巨大的建筑物啊，这都不知道是一些什么建筑物，干脆骑过去看看吧。左侧是闵行国际物流中心，左侧是光明路。现在我在东6号桥上啊。其实刚刚我过的时候也见过东6号桥，应该是在另外一条路上。这个地方你看啊，左右两侧都建了蛮高大的房子，一整片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工业区的模样。这条路叫都庄路。刚刚我从北面过来，经过沿江路，看来现在我又要从沿江路那边走一段了。在都庄路上经过东7号桥，前面呢就是沿江路了。我就在沿江路这边右拐吧。这个地方应该我都没有怎么来涉足过，这条叫淡水河桥。感觉这边好像是一座闲适的新城啊。感觉这个河边应该有路啊，看能不能从河边走走呢？好，刚刚我看到是淡水河桥，那么这条河应该就是淡水河了吧？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在这个河边来骑的。在闵行附近啊，骑行很多回了，但是居然能够找到一条没有怎么走过的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吧。这左侧这是一个什么建筑呢？有点仿欧式的样貌。我看到前面这个红砖的房子有 Tesla 这个 logo， 它是 Tesla 的一个 service 部门呢。这个还有点奇怪啊，开在这么一座房子里面。但这条你看河边的小道啊，跟左侧这边是有围栏的，甚至这里面还种了很多地，我都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一直可以通到外面去的。没有关系，我随便走走吧。你看啊，这个左侧全都是自留地，可能是去土地的当地的农民啊，现在应该都是城市居民了，他们还是愿意来种地，干一些他们的老本行啊。刚才看到那片田野啊，应该都是村里的田地，啥也没种啊。但这里呢，反而是有很多自留地啊，都种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里又到了一条河边了。左侧这些房子都是一种样貌的，
像是一个物流中心吗？我已经搞不清楚右侧这条河浜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河的对岸呢，都是一些充满科技感的建筑物。这是一段完全陌生的道路，但是呢，胜在的是随意的在河边，反正有可以骑行的路呢，就骑行一段啊，就感觉还是可以曲径通幽吧。最终呢，肯定也是可以走得出去的。我没弄错的话，这条应该是莲花南路了，南朝方桥。转眼呢，已经来到了莲花南路上，继续往下骑呢，骑过几个街口吧，大概就可以去到剑川路。那边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分校了。这里呢，我一路过来啊，就没有什么旧的村庄了，很多村庄都铲平了，变成了各种园区、工厂啊。鱼塘河桥，这也是蛮宽的一条河。我觉得到了这边呢，应该就进入老闵行的区域了吧。这边是什么？和平村啊，全国文明村。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进来看一看嘛。这里有一个村庄挂着全国文明村的牌子。莲花坊桥，你看啊，这是小河浜，边上还有一些农村。这条莲花坊一直从这边延伸出去。通化这边也搞了不少的农家乐啊，吸引着一些城里人到这边来小住几天。骑行就是有这个好处，见到一处你想转进去的地方，随意的可以进去转转。你看，这就是普通农村的样貌了。这应该就是刚刚经过的莲花坊了啊。这
这就是闵行，它自由人生活的一个春风的景象。又转到了莲花浜边上，向前骑下。上海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种开的像秋菊一样的黄花。那我就不往回走了，直接到大路上去了。看来这边停了不少车，好像很多人到这边来游乐。好，现在我骑出这个和平村全国文明村。这已经是放鹤路了，高速公路的上面。从这条放鹤路左转呢，就是可以去到沱江郊野公园。当然，我想着今天就不是那么远了吧。这里已经是大0号湾了，这是一片大的科创区。主要呢还是依托着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这么一个优势。现在呢，我继续在莲花南路上向南骑行。从这边开始，你看啊，就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厂家，当然也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啊，像右侧就是宁德应该做电池的吧。长市径桥，这个附近起了很多的知名房。这条路上呢是有地铁的，15号线永德路站。这是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中国商飞啊。那现在我这次回来啊，从广州回到上海，我还觉得挺奇怪的啊，就是我买的那个机票，相对而言要比其他的航空公司的机票便宜大概1/3到一半。当时我也没细想，我觉得时间合适我就买了。谁知道呢，这个东航直飞的航班啊是 C919 呢就是中国商飞自己研发的一款民航的中型客机啊。当然整个体验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在白云机场T3航站楼出发，绕了很多的路，然后到了上海呢，他说是到虹桥T2航站楼的，结果他却停在了T1航站楼，因为我看到外面都是春秋的航班。最后呢，坐了好几分钟的摆渡车，才回到了虹桥T2。这是一段插曲啊，就我想起这个飞机呢，就是这个中国商飞研发的。
原来它的总部应该在这里吧。经过了一条铁道，这个街角看起来很漂亮。原来这里就是大林豪湾。好，现在呢，我继续在莲花南路骑过建川路，不知不觉呢，已经骑了10多公里了，而且今天去到了一些乡村的地方，还到一个叫和平村的全国文明乡村里面去转了一圈，就觉得时间花的有点多了。这边呢，我是经过第2道的铁道，就这边有些铁道的闸口，但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运货了吧。现在呢，我继续在莲花南路上骑行。我觉得我的右侧这边应该就是上海交大的校园了。就我们在这边兜一圈，就把这边作为我们今天的算是一个目的地吧。先结束我们第1段的骑行。老蒋家港桥，这边还保留着很多当地的以前的名字。上海交大和马路对面的华东师范大学呢，都是中国知名的985大学。985大学呢，在上海是有4家，其中2家呢在这边设了分校，还有2家呢，一个是复旦大学，另一个是同济大学。那这个交通大学，它很多本科的一些授课内容呢，都放到了这里了。那我的孩子，大孩子，他读的是交大医学院，原本跟他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但他们在做实验和某一些课呢，也曾经是到这边来进行授课的，所以他也曾经到这边来上过课。但是呢，据他说，这里面太大了，转得晕晕乎乎，而且交通不是特别方便，要走很多路，所以这边呢也能够算我孩子的母校了。但是他们的医学院呢是在重庆南路，他的活动呢基本上都在市中心就是上海新天地那一块。可是听说呢，上海交大医学院在浦东那边应该在川沙建了一个很大的校区，我想以后上学呢应该都是要到那边去上的。现在我的右侧呢就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一个大门。这个大门呢也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有点仿它本校的一个大门的样子。我看这边应该有很多中学生到这边来参观，在前面拍照留念接他们的大巴来了。我觉得让他们早点接触到一些名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好，现在我们走到交大门口来看一看，就结束我今天在闵行这边的第1段的骑行吧。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孩子们这边肯定有地方进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今天在闵行地区的第1段的骑行。
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一段接着跟大家分享，回头见，拜拜。